我愿意拿我的职业生涯，拿我的很多未来来做这件事情，也是考虑了很多东西吧。就是看到的那个新闻，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然后看到的评论，我觉得也真的是受不了。就是如果一个飞行员真的想不开了，他把火警按钮都按了，然后把灭火柄也都按了，那这个发动机所有的发动机就都失效了，你没有办法去重启。他在干这个事情之前，对吧？他还可以干更多的事情，包括干了这个事情之后，也可以干更多的事情。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措施可以去限制一个飞行员在驾驶舱搞事情。然后包括乘务员，包括安全员，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如果管理者想通过以罚来代管，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就真的把人逼急了，人是能干出任何事情来的。然后还像有些评论说，什么要自动驾驶，我跟你说，就是机器是会犯错的，设备是会故障的，程序是会有 bug 的。就无论你科技再怎么发展，就在目前我们的有生之年，不要做梦了，人是不可能被替代的，起码在天空，对吧？你说你坐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这个车子它死机了，它再怎么样，它在地面呀。但是你飞机不一样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就是脑袋啊，想这些东西。你与其想怎么把人去替代，你不如想想怎么让人做人，对吧？让人们想活着，这是更重要的。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民航管理来说，是通过恐惧想让你不犯错，让你就是保证安全，但这个本质就错了，它是相违背的。然后事实也是，就是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反而是出现了更多可能史无前例的，整个民航史都没有类似事情发生的，你为了安全导致了不安全，这是很扯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但是为了安全导致了不安全，这是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而且之后会有更多的事情相发生。然后像这次的这个老哥，他真的太善良了。我不是说去夸他，不是说在鼓励大家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如果心里面想不开，要说出来，要去找朋友倾诉，找任何方式去宣泄，就不要走极端，真的不要走极端。人活着才有未来，人活着才有可能，人活着才有机会。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管理政策，只要是以罚代管，只要是双标，只要是你让人觉得不公平，你让人觉得就是不稳定不安全，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那人心都会很动荡。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就尤其是飞行员，都是很好的，都是很抗压的。但是你不能说你长期以往的一直在这样把别人弄得很焦躁，这是不现实的。然后有很多评论说，你这样幸好你不飞了。首先我想先声明一点啊，就是我不飞是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们的体检其实它不是很全面，尤其是对于这个心理方面，它并不能准确的去预判，或者是了解到你当前的具体的状态是什么样，更多的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主诉。就如果我想飞，那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我不能飞，对吧？我如果不发声，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但这不是事实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遑论飞行员呢，就因为他是这个职业，你就对他有更多额外的要求，凭啥呀？我们都不是妈生的，都不是爹养的，对吧？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没有感情，没有心吗？不可能的呀，就是现在的大的情况就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一直没有结果，对吧？然后不断的还有小兄弟有这种各种悲剧发生，就有太多选择静悄悄的逝去的人了。就这几年真的有太多了，你包括就有那种考试不通过走极端的，有太多了。就因为我把这些说出来了，然后又觉得我心理不健康，我要干这个，不是的，是管理者们觉得以罚代管，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去管理安全，就他们既撇清了自己的责任，然后又让大家很害怕。但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恐惧是效能最差的管理手段。对于所有的哺乳动物来说，持续的恐惧，尽头就是麻木，麻木到之后那就是大不了从头再来，或者是我不玩了，对吧？其实就是你如果以恐惧来管理的话，是短时间会起到一个奇效，但是长时间的话永远会造反噬，这跟民粹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现在的我拍这个视频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线绝大多数的一线员工，他不敢说，就这个东西是可能就是外行人觉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说了，你基本上告别这个职业生涯了。然后你说了，你可能会被很多的领导，很多的那个现在的
吃红你的人，对吧？他们针对，但是我有很多原因，反正我现在我站出来了，我愿意发声，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让我说的，我也愿意去说。我这边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也不是针对任何公司，就单纯的针对这个系统。我觉得它病了，而且病得很深，而且有太多宝贵的生命因为它逝去了。我觉得反正我是有点不能接受啊。然后很简单，就只要上飞机的这种一线人员，他觉得没意思，他觉得恐惧，那真的没有太多的手段去制止你。哪怕你驾驶舱你坐4个人坐满了，也没有办法的。就一个人如果有预谋的想干这些事情，只要敌人是在人民内部，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去监控。你难道就让你们每个人干嘛？就是仿着任何一个人要搞事吗？不可能的。这样的高压的环境。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在现在的这种高压政策下，你正常航班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都不叫问题的问题，它只要发生了，飞行员第一个思考的事情是我要停多久，我要受什么样的处罚，我现在会不会在某一些所谓的什么安全周啊、安全月啊，就是或者在很多层层加码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考虑的很多。担忧的很多，就让这个航班，你如果是一天的来回，对吧？你在刚开始的这第一段还没起飞，你可能就有一个会被记录的小小的问题，你就会一直担忧到第2段回来，你会全程一直担忧。然后如果稍微是一点比较大点的小问题，你可能就不太想飞了，这个是事实存在的。就包括之前他们有人就是类似于。小小的问题，然后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他这个航班刚起飞一会儿，我们就都知道了，然后我们都很担心，说他后面还要再把这个飞机再飞回来，还要带就是回程的旅客，真的很不安全。就是还好，幸好就是之前的这些机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有担当，非常的有职业道德。但是真的，我觉得正常人都会比较担心，他万一他中间撑不住了，或者是怎么样？就当时有一套机组，他们当时在无线电里面爆发的声音真的就很绝望，就声音是非常低沉、非常沮丧。他们也在尽力的保证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动作。但是真的，你只要想到回来之后是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你要停飞多久，你要上多久的行政班，你要接受怎么样的反复的这种检查，才能重新恢复你的资质，真的是很难受的。就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情，就是首先要活着。就我不光是对飞行的说，也不光是对民航的说，我对所有的人说，我觉得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如果谁让你不爽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难过了，分享出来，说出来。就如果有人去喷你、去骂你，是正常的，就这是正常的。就是总有人他的智商不够，对吧？他的脑子有问题，总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的。但是千万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是没有错的，我们真的没有错。你有什么错呢？你只是想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对吧？你想给你的家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环境也好，或者是条件也好，你想让你的孩子有怎么样，没有错。我们对生活有美好的向往，我们为之去努力奋斗，没有错。是人都会失败，是人都会犯错，对吧？是人都会受不了，会崩溃，这是很正常。我们不是对立的一方，就现在的很多管理，他是把你的这个一线员工跟管理者变成了一种对立，但其实不应该这样做，以前也不是这样做的。然后我这边还想再补充几点啊，就一个就我说是人都会犯错的，这里面我指的错就包括之前说的 SOP， 它只是一种操纵的建议，在 SOP 是一直在更改的，一直在更新的，它不是说有一个唯一的 SOP， 它是一直在随着变化而变化，就可能2年前的 SOP 在现在就不那么适用了，但是从最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 SOP 都是可以正常飞行的，它是一个相当于给最蠢的最笨的人一个开飞机的方案，就包括其他行业的 SOP 也是这样，就是不管你的天赋如何，不管你的智商如何，就只要你能按照这个标准的操作程序去做，对吧？你可能就能做出一个符合它流水线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仅此而已，并不是说我这个飞机一定要按照 SOP 它才能开，因为 SOP 它一直在变化，你不同的这种方式，不同的方法，那别人飞了30-40年了都是好好的安全的。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情景意识。是你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你在当前状态的当前时刻的风险点是什么？这才是能避免一个人真正犯错，那个是犯安全的错。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对吧？就是我们开车，你闯红灯是违章，对吧？罚款扣分没有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哪怕你闯红灯没有造成任何的这种人员的伤亡，你也没有撞车，但是闯红灯在规章上面它就是不对的，对吧？应该扣分罚款，这没问题，我们都认。但是现在是可能闯黄灯就要吊销你的驾照，2年3年就要把你的这个罚款扣大几万，扣几十万。然后现在逐步发展为你可能绿灯的5秒之内你都是类似于闯红灯，然后他告诉你这叫无后果违章，他跟你各种上纲上线，然后就是你有关系，你有背景，或者是你本身你就是管理者，那你的这些行为都是没有关系，因为你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管理者对吧？他想撇清自己的责任，他想通过以罚来代管，就通过恐惧来操纵，来去管控它的安全生产。但是事实就不断的事实告诉了我们，弊是大于利的，远远的大于利。而且以前的这种管理方式，就包括就是民航这种东西，飞机这种东西，并不是说是我国原创，对吧？有很多的管理的这种经验，包括安全的教训，都是可以去吸取的。但是现在就是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而且就不断的在出现事情，所以我是以这样的想让这个行业变好，想让这个航班真正的是变得安全，是事关安全的安全，不是说我要满足某一些人特定的需求的安全。就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像你开车，对吧？我们的开车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你就是不跟别人有刮蹭，对吧？不跟别人有碰撞，我们这个车可以安全的从 A 点到 B 点，大家的体验都很好，对吧？你也不想吐，你也不晕，你也不难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的保障。但是现在可能他因为某些人的要求，对吧？你要怎么样又要怎么样，但是这些其实是并非必要的这种要求。就很多人他把这种各种其实是只是有关联性，但并不是正相关，或者是有明确逻辑的东西，他非要再牵连在一起。他告诉你这叫什么作风，这叫什么那个东西，就这都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这种强相关，他就把其实本身并不联系的东西完全的加在了一起。然后你一旦犯了错，仅仅是不影响安全的，与他的意愿、与他的习惯相不同的这样的行为，它就叫错。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装的 QAR、装的 CVR 都是以一种完全与之相违背的这种方式在使用，在监控。就我们现在的环境应该是要让大家解负，对吧？要有预期，不要再层层加码了。我是想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我想拍一个很简短的视频，但是很多东西一定要敞开了说，不然总会有人去恶意的揣测，挺难的。然后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升级复训。考试真的是伴随飞行员终身啊，就正常是半年一次，然后中间但凡出了任何事情，又要什么筛查，就是为了挂人而去挂人，这个一旦被挂了，这个损失的就是上万起步。可能这边又有人说了，那你们赚的这么多钱又怎么样？就是再回到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人性，这真的是人性。而且说实话，在中国大陆的飞行员，很多大的航空公司赚的真的不多。就是你在那种小航空公司，可能他的这个干着同样的活，拿的是2、3倍的这种工资。就包括我们的香港，他们的这个待遇真的是好太多了，是真的冲上云霄，就飞的又少，拿的又多，还有很多节假日。就是同样是干着一样的活，这总会有落差。而且我们其实都不是跟他们比，只是跟我们曾经比，是有很大的落差的。然后你又说就是真的很难让大家感同身受。但我觉得就是事关航空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就这个环境真的一定要去改变，不然的话，是人谁不怕死呢？对吧？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样做？如果只是1、2个人这样做，你可以去简单的2元归因，说是现在的人太脆弱了，或者是就是这些人心理素质不行。但是一直循环往复的，不停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我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说，但是请相信我，就真的一直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这几年一直有，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尤其是大环境不行，像我现在也是抱着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期许。我觉得，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需要有人站出来发声，对吧？之前鼓励吹哨人，但是又在吹哨人的那个信箱上面装摄像头，就是这是一直在干的事情。我现在就是录着我的念，相当于实名了，真的是相当于实名了，没有比这个更实名的事情了。然后我最近也收到了我很多朋友同事的这种私聊，对吧？然后现在这几天每天都有人跟我约饭，想跟我聊天。我今天还跟我一个关系还挺不错的一个同事，算是兄弟了，就是聊这些事情。
我挺开心的，就是他还最后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就是你在视频当中说，就是别人有什么想法可以联系你，然后他就想到说，那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又找谁说呢？这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兄弟，真的非常感谢。一位民航飞行员在海口的大桥上面失踪了，然后当时他的车子是开着双闪，然后第二天他的航班他也没有去飞。之前也有，就应该是上个月，就某航的一位副驾驶刚飞完济州，然后回去之后就坠楼了，就。因为很多原因吧，这些消息就被各种封锁，但是事实是一直存在的，就包括之前的很多事情，我其实都有想说，但是考虑到各种的因素，然后最后没有真正的去直面去发生。然后今天我也是想了很久，还是想来聊一聊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从19年开始吧，就整个 CAAC 中国民航就发生了很多类似的事情，然后自始至终其实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就不光是飞行，就包括乘务员，包括安全员，包括机务，包括地服，就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但是至今一直都没有得到改善。然后我作为一个已经因病停飞将近半年，然后后续起码还要再观察半年，然后大概率可能是不能再飞下去的一个飞了7年多8000。没有8000，4000多吧，4000多飞行小时的一个320的副驾驶，就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意愿，想来说些东西。然后我就单从飞行的这个角度来聊这一切事情。就我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没有航班飞，然后我们的工资可能就少了很多很多。然后当时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压力是没有钱，因为之前有很多贷款，对吧？有之前的很多的超前消费。然后当时我觉得就是工资的或者说是这个收入报酬的跟你付出的不成正比，然后会让人觉得不爽。但是我最近因为生病嘛，然后确实收入更锐减了，想了很多。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这个预期，现实与预期不符，然后你的未来你不可知，就是你稍微犯一点错。单从飞行来说，就是你稍微犯一点错，你不知道你最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就这个具体怎么样去实施，怎么样去评判，完全是由领导他们拍板。就虽然有规定、有规章、有这个奖惩的标准，但是他可以说最近是安全周，最近是安全月，最近是安全年，或者是最近是什么什么期间，对吧？要给你最佳1等，甚至是最佳2等甚至是我前2天刚去复训，然后跟武汉不对，跟西安就是西北的公司的老机长也聊天，他说他们现在违反 SOP 的话，要直接解聘3个月，是不是降岗，是直接解聘。这个就是现在领导们的这种管理艺术是越来越粗暴，然后越来越让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种心态。反正我觉得就是只要这种管理的方式不变，只要管理人员他们不会被监督，然后包括监督的机构也没有被监督的可能的话，那他们就是一坨大便，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然后我也分享一下我最近吧，就那位小伙伴，32岁飞了8年多，然后升级失败，选择想不开，我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我跟他应该差不多，岁数比他小2岁，但是可能飞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我同批也已经有带队机长了，然后我的同批大多数都是F5左座，然后或者是 C0了。我是没有这种晋升的意愿，因为可能每个人的这种三观想法不一样嘛。但是我作为一名在职的飞行员，我是想让这个行业越来越好，想让大家的这个处境越来越轻松。就包括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我是17年进公司的，就那个时候公司的这种氛围，包括这种管理的方式，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更多的就是就事论事，不会说跟你上纲上线，不会说诛你九族。不会这样的。然后领导呢，就是大多数的领导可能还是那种军转民的那些有部队色彩的老领导们，就他们是很讲义气，很讲究。是你的错，那就是你的错。如果不是你的错，一定会帮你去争取，不会让你受冤枉，不会让你去受牵连。然后现在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但是越年轻越怕事，越不敢担事，越考虑的是自己的这个乌纱帽。但其实说白了，说实话，航空公司的这些所谓领导算什么领导？就真的到了社会上面算什么东西啊？就现在所谓的飞行真的是连自己的福利都没有了。就原来还有一个加机组，就是拿着登机牌可以加机组。这个在别的很多国家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就像在美利坚，你都不需要同公司，你只要是他们的飞行员，都是可以
非常容易的加机组的，然后不会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就包括他们的飞友受到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你想去参观驾驶舱没有问题，就如果一个航空公司如果飞行员连管控驾驶舱的这种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你哪怕在地面也可以参观一下嘛，不允许，不允许，就很搞笑，真的很搞笑，就是各种刷新了我的三观，然后结果呢反而是越来越差。然后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预期，每个人都害怕。就你哪怕当了机长，你当了 A 教、B 教、C 教，哪怕你当了领导，这边还要提一嘴啊，就是某行它主要的事情，绝大多数的事故，绝大多数的这种问题都是领导犯的，都是高技术等级的人犯的，反而是越普通的人他越不容易犯事。但是呢，一出了事情，一个人生病，全员吃药的时候呢，总是去筛查普通人，总是去挂普通人，反而是领导们高技术等级的人，他们毫无了事。然后我说一个事实啊，就是公司的越高等级的领导，他们越不会飞，就是飞行出身的，已经逐渐的脱离了现实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筛查的话，可能要筛查这些人，然后就包括有些人，他打着任务书，他可能他都不上飞机，但是他能这样挣钱，包括就是所谓的升级，你只要肯打点。你如果有关系，对吧？可能你父亲是某位怎么样，或者是你的岳父是某位怎么样，或者是你的反正就是沾亲带故吧你可能就不用花钱，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体验。然后如果你有钱，对吧？你可以花钱，你也获得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说白了就是双标，就是不公平。就是越对这种普通出身的人，他就越不可预期。就你如果不出事儿还好，但是世人总会犯错的。就只要是你活着，对吧？多做多错，你除非像我一样就不飞了，那我就绝对安全。我现在真的是绝对安全，但是可能之前是刚开始是头痛，因为慢性鼻窦炎，我个人觉得是职业病啊，就是航空性鼻窦炎，这一个国家法定承认的一个职业病。但是因为现在没有走这个没有什么矛盾嘛，我也不需要去鉴定。但是后续的话，如果需要的话，我还是可以我愿意去鉴定一下，然后也愿意大家看一看，一个民航飞行员最后如果因病终身停飞了，如何去保障自己最基本的权益。我是为这个公司卖命卖了7年多，对吧？各种熬夜，各种大压力，对吧？各种休息期的要求。我今天其实不是控诉公司啊，我现在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是整个行业的整个系统出了问题。如果单单的追究某一个公司，其实毫无意义。我觉得应该要发点声，就起码在这个其实互联网上没有什么热度可言。就尤其是大家并不能感同身受的时候，就包括还有很多人问为什么飞行员能拿这么高的工资？我觉得就很简单的一点嘛，就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发工资的这种职业都是风险与收入成正比的，然后也跟它的这个稀缺性相关联。就如果咱们觉得这个飞行员不配拿100万，对吧？你可以当飞行员，你去只要50万，或者是你去开一个航空公司，你只给飞行员你觉得满意的这个价格，你看有没有人愿意去？就是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行为啊。当然如果有最基本的这种三观，对吧？有一个最基本的对于经济对于市场的一个理解，可能就不会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然后呢，我自己也想说一说，就是可能相比较很多别的行业，就是飞行员这个行业，它无论是空军还是民航，就是它能最直接的去掌握一个航空器的安全，就或者说不是保持一个安全的状态，就是我想让它好它就好，我想让它坏它就一定坏。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安检对于机组的很多莫名其妙的额外要求是毫无意义的，就我不需要带任何的危险品，我就可以让这架飞机直接完蛋。就任何一个飞行员只要能进驾驶舱，他在空中都可以做到，就把发动机一关，把火警按钮一按，对吧？把你所有的有灭火瓶装置的这个都按一遍，那这架飞机双发失效一定完蛋。然后如果你再上一点手段，对吧？空客的话是可以按一个按钮的，就是 priority。然后波音的话，它直接有一些是直接你就可以用你的力压倒别人，它不是电传感的嘛。然后但是它也有一些先进的飞机啊，但是说1000到10000，只要飞行员他不想活了，那他只要上了天，这架飞机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事情，是没有的。就如果我们的当局，我们的这些公司，如果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不双标，一个公平，一个可以受监督的这样的运行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的话，那可能像类似的事情会循环往复的一直发生。就是这样，然后我再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事情吧。就我最近也遭遇了很多事情，就可能算是非常重大的家庭的变故。然后我谈了5年多的这个恋爱，就去年还订婚了，然后也是无疾而终了。就我 emo 了可能1个多月，过去快1个多月了，就想了很多，然后中间也有一些就不太好的想法，但是也是因为各种的权衡利弊吧，就现在好一些了。昨天冬至，昨天有一个小伙伴后面要调公司走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了一个饭，还挺开心的。就是人是需要有朋友的，然后人也是需要有家庭的。然后大家看吧，就如果真的就决定组建一个家庭，然后想一直走下去的话，一定要有预期。就我觉得预期真的很重要，就是世人总会犯错，世人总会生病，世人呢也总会失败。
就是如果真的想要一直长期以往的在一起走下去的话，这些都是难免的，就肯定要做好共患难的准备。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准备都没有做好，或者是不愿意、不开心、不乐意的话，就真的就是互相放过吧，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反正就我家重大变故，然后是很多很多变故。后面的话，我可能也是要专心搞钱了。这期视频，真的就是单纯的想发声啊，我也会在全平台去同步的，我不怕什么，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然后我也愿意为我的一切的言论负法律责任。就这样，拜拜各位，就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吧。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想不开的事情，找人、找朋友、找信得过的人去倾诉，或者是找我，我愿意去当这个树洞。不要一个人憋着，真的不要一个人憋着。反正我这1个多月真的很 emo，很 emo。唉，行，那就先这样吧。就真的，如果遇到事情了，不要一个人憋着。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业，你是什么年龄、什么岁数，就像我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吧，高中高3的时候，就当时快高考了，2012年的12月31号，我印象非常深刻。就那天是星期天吧，还是星期六？星期六。然后那天是学校补课，然后要去上课，然后我一大早，然后就跟我家里面人，就他开车送我去嘛，我父亲，然后我们就吵了一架，吵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吵架。然后吵架完之后，我就直接把门开了，然后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我就下去了，然后就没去上课，然后也没回家，然后也是找了好几个，就是原来的就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小同学，就是各种串嘛，然后就聊聊天。然后当时他们让我去网吧，然后也到门口，我觉得没啥意思，就没玩，就是纯聊天。然后后面晚上是一个人睡的麦当劳，那时候还有24小时的麦当劳。然后当时打电话我都没接，就当时如果我不是因为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可能当时也会去选择一些，结束这个人生游戏的这种选择，就觉得真的没什么太多意思。就如果有人愿意跟你讲道理还好，就如果连你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意跟你讲道理，他就纯粹的去发泄，对吧？纯粹的怎么样？真的你活着就是受罪，就不是说受身体上的苦啊，是精神上受苦，就是他会对你有各种要求，他会怎么样，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吧？卷孩子真的不如卷自己，我真的这么想的。我现在就庆幸，就是我还没有一个孩子。如果有个孩子的话，我可能就是这样的重大的家庭变故，最受苦的其实是孩子。就成年人其实你是有预期的，孩子他没有预期，对吧？他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出生在哪个家庭。哎，好，那就这样了。可能这个视频会被和谐，无所谓，反正拍都拍了，说都说了，我又没有去造谣，也没有去虚构任何的现实，那就这样。拜拜各位，拜拜。